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央视强推王一博主演新电影，杨利伟出席首映，能否炸出50亿？央视强推王一博主演新电影，能否炸出50亿？小长假最常看见的风景是什么？人山人海，就连电影院也是如此景象，不管有没有挤破头都想看的电影，大部分观众也会选择带着亲朋好友走进影院，别管好不好看，主打的就是一个氛围。不过显然，今年的五一档有重磅嘉宾，小小的五一档，光是预售票房就已经突破了1亿，足以见得影迷的热情。其中《长空之王》稳居榜首，断崖式领先同档期作品。上映前预售票房直接斩获7000万，打破了近5年五一档新片预售票房纪录，甚至当下数据还在飞速增长。想看人数也已经突破了54万。明明相比同期作品，阵容不算强悍，比如王千源、佟丽娅的《惊天救援》，以及马丽与乔杉的《人生路不熟》等等，可它却能脱颖而出，成为五一档最具期待的影片，没有之一，确实有点东西。看似一部励志热血小成本电影，却能让现场观众激动得热泪盈眶。打开评论区，沸腾一片，真的有种被网友的爆赞声吵到的感觉。超出预期，太燃了，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震撼和惊喜，哭的妆都花了等等评论，透过文字都能感受到观众打字时候的欣喜。甚至众多大 V 在观影后也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推荐度高达98%，真的很。这架势是要口碑票房双丰收的节奏。长空之王究竟能否一飞冲天，成为当之无愧的王，在五一档炸个50亿刷新票房呢？1. 聚焦试飞员行业，用硬核美感书写和平年代的英雄。放眼整个电影市场，航空题材的作品其实不在少数，就是大多都口碑惨不忍睹。例如 4.6 分的歼10出击，5分的空天猎，3.5 分的绝命航班。就算是成绩斐然的中国机长，豆瓣评分也仅仅过了及格线。这类题材的商业片，想要口碑票房双丰收确实不简单。一方面，为了抓住眼球，必然会将紧急事件作为主要故事线，这就非常考验导演的基本功了。另一方面，在猛戳观众痛点的同时，人设和情节必须真实自然，剧本不在线，再华丽的制作也是扯淡。而长空之王剑走偏锋，从鲜为人知的试飞员这一行业入手。试飞员，简而言之，专门担任飞机试飞任务的驾驶员。这部影片的剧情是由真实事件改编，将用生命为国家事业建设铺路的英雄直接展现在观众眼前。人在机在。如果说飞行员的工作是刀口上舔血，那么试飞员则是直接在刀尖上跳舞。50年代为了满足抗美援朝作战需要，我们在经济短缺，没有自己技术基础的条件下，派3名飞行员9个月的时间，将400多架飞机送上了蓝天。我国第一个喷气式歼击机试飞员是吴克明，那可是中国航天业跨出从0到1的巨大成就。这是无上的荣耀，可同时也意味着要承担无法形象的风险，真正的视死如归。3次空中停车，各种特技、故障测试，吴克明是奇迹的创造者。长空之王预告中男主母亲的那一问，
点破了众多人无法开口的那个问题：飞机在天上，坏了怎么办？直白的，一针见血的，都已经在天上了，坏了还能怎么办？对不起，儿子不孝。男主没有回答，可好像也已经回答了。没有办法，硬着头皮上。如果没有人上，才真的该问出那句怎么办？我要试出最好的飞机，让前线的战斗员安全回家，陪他们的孩子长大。可是这些试飞员的家庭呢？以往的影视剧中，我们总是能看到飞行员如何漂亮的化解危机，保证全机人的安全。可殊不知，这已经是无数试飞员用生命冒险换来最大的平安了。能活命是侥幸。1993年，试飞员刘刚驾机升空试验，飞机直接在空中解体爆炸。大众的名字加上不为人知的牺牲，没有人知道刘刚的生平，就连个词条都没有。至少他还留下了名字，不知道有多少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甚至连个名字都没留下。科普站在背后的英雄职业，讲述曾经发生在现实的感人故事。长空之王的出现不仅仅是励志片，更是和平年代无名英雄的记录者。既然要展现试飞员，那么飞机的镜头也是必不可少的。中科院院士和飞行试验研究院院长亲担艺术指导。该影片所有关于飞行的画面，都可以用震撼2个字来形容。别说特效那些花里胡哨的，歼20真机参与拍摄，只想硬核美感，视觉效果拉满，军事迷狂喜。与死神过招，展现不一样的航空领域。长空之王打开全新角度，这一次5·1档能否刷新票房天花板，挑战口碑巅峰，就看他的了。2. 央视强推，杨利伟出席，来看看专业人士怎么说。确实没有想到，一部小小的5·1电影，能够让那么多大佬出动。打响第一枪的是央视，先是电影频道多次发文力荐，从各个角度介绍长空之王，还有其他大佬的评价。随后，电影网官博更是将杨利伟现身首映礼的视频发在了社交平台。中国航天日，中国首飞太空第一人。长空之王这牌面还有谁？所以这部影片到底值不值得一看？我们来看看那些专业人士怎么说。影视领域，曾执导了《破冰行动》及《风吹半夏》等爆火作品的傅东育导演，在看完电影后热血沸腾，在观众席洋洋洒洒发表了2分钟临场感言。他的原话是远超预期，会在上海包场，请我在上海的朋友都来看。童话大王郑渊洁情绪同样激动，而且在发表自己的观感时还有点紧张。拍摄之前，导演问我可不可以将舒克作为男主试飞员飞行的代号，我说这是舒克的荣幸。我相信这部电影能让更多孩子爱上飞行，长大后成为战斗机飞行员，助力中国空军成为长空之王。创作了国产科幻片天花板《流浪地球》系列的郭帆导演，在肯定了视觉上呈现效果的同时，也丝毫不吝啬表扬。我觉得这部电影不仅仅致敬了飞行员，还是能够让我们不断学习前进的作品。曾指导了《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我和我的祖国》，监制了《长津湖》的黄建新更是直言，这是一个充满气节、意志力和想象力，以及理想合一的复杂感受的电影，很难一句话说清楚，但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无论是剧情、演员的表演还是视听效果，几乎得到了全方位的肯定。不过，既然是航空领域，
那么专业人士说的话才更具有权威性。二专业大佬，别的不说，在点映的特别专场中，坐在观众席的科研人员哭的口罩都湿了。真实，这是科研是非英雄们提到过最多的词汇。剧中是非员为国家军事做出的贡献，没有一点夸张的成分，真的非常真实。情节中所提到的事件，甚至是王昂和战友全都亲身经历过的。尤其是新研发出来的机型，是非员的首要甚至不是保护生命，而是保全飞机。震撼！影片中对飞机直观的表现，运镜和画面特效，就连真枪实弹上过天空的试飞员，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视觉的冲击。有深度。长空之王不仅仅是展现英雄，更多展现的是平凡的英雄。影片中所有人设都极其生活化，表面上是不起眼的小人物，却能为了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生命。或许英雄与平常人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平凡人也可以成为大英雄。在教育意义上也极为深远。长空之王的受众不仅仅是热爱军事的狂热粉，以及影院的常客，还有正处于成长期的小朋友。这也印证了郑渊洁的感想，或许这部影片会成为将来众多航空人才的梦想起点。其实从取材来看，长空之王并不占优势，虽然具有科普意义，却也不被大多数观众熟知。而且从职业上来看，就必须选用不少年轻演员，整个团队的压力加大。从这么多专业人士的评价了来看，长空之王绝对错不了。而且也有实力派演员登场，比如在长津湖中凭一个小小的配角火速出圈的胡军，无证之罪里的雪人洛文的扮演者姚鲁，以及扫黑风暴里的王正和人民的名义中男主的妻子扮演者赵子琪等等。顶流王一博继贺岁档无名后的又一力作，韩寒监制，还有一众实力派聚集，超一线的人气，励志热血题材和震撼视觉冲击，再加上演技在线，长空之王这回是真的要搏击长空，冲向票房天花板了吧？孩子，年轻的时候我也怂过，也害怕过，但是我找到了我喜欢的事业并做到极致。我希望有一天你能找到你一生的热爱，并为之奋斗，将热爱的事业做到极致。长空之王到底能否一举称王？让我们拭目以待。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